在历史上，有哪位皇帝的名字能与一道横亘400余年的地缘伤疤紧紧相连？又有哪位开国君主，其个人抉择的代价需要整个民族用数个世纪去艰难偿付？当我们回溯公元10世纪那场天崩地裂的变局，石敬瑭这个集枭雄的果决、赌徒的疯狂与政治短视于一身的身影，便从5代乱世的烽烟中浮现。他以最屈辱的代价登上巅峰，却也亲手为中原王朝埋下了最深重的隐患。他的一生是理解那个野蛮时代的一把钥匙，更是一面映照权力、伦理与历史代价的沉重古镜。石敬瑭的早年浸润在唐末5代那个民族大融合与武力竞逐的独特氛围之中。他的家族是典型的时代产物，父亲石绍雍出身西部少数民族，早年投奔沙陀枭雄李克用后，在征伐中屡立战功，最终官至刺史，军中地位颇为尊崇。他所身处的沙陀军事集团是晚唐番兵悍将浪潮中最具力量的一支，由代北地区的沙陀、回鹘等部族武士及北边汉人军将构成，崇尚勇力，以军功和义气为纽带，对中原传统的儒家华夷之辩与忠君观念较为疏离。后唐的建立者李存勖虽以唐为国号，但其政权本质仍是这个多民族武力联盟的胜利。石敬瑭家族自父辈投效李克用起，便深深嵌入了这个集团网络。因此，石敬瑭的思维与行为逻辑，首先遵循的是代北5人的生存法则与政治伦理，即实力为尊、利益优先、盟约重于僵化的名分。这一底色是理解他一生关键抉择的根本前提。公元892年，石敬瑭生于太原汾阳里。不同于乱世中诸多浮躁好斗的少年，他自小便沉静寡言，不喜张扬，却对兵法谋略有着异乎寻常的痴迷。他尤为推崇战国时期赵国名将李牧与汉代名将周亚夫，对这2位名将的尊崇绝非偶然的志趣所向，更暗藏着他内心深处的抱负，不甘只做一名冲锋陷阵、供人驱策的武夫，而是渴望成为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统帅，在这乱世之中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命运的契机往往藏于识人者的目光之中，石敬瑭人生的第一个关键转折便源自时任代州刺史，后来成为后唐明宗李嗣源的赏识。李嗣源见他沉毅勇武，又兼具谋略，深知其是可塑之才，不仅将女儿许配于他，更将他招至麾下，令其统领亲军。自此，石敬瑭正式成为李嗣源的心腹臂膀，他的人生轨迹与这位岳父的命运紧紧缠绕。公元916年，在与后梁名将刘询的激战中，李存勖遇险，阵脚未稳，正是石敬瑭率领10余名亲骑横槊跃马，杀人敌阵，左冲右突，硬生生遏制了梁军的攻势。李存勖抚其背，赞叹将门出将，石敬瑭由此名震3军。在次年深陷于固原城的恶战中，他再次于乱军中互助血战，挺身挥剑，开道突围，往返数十里，其骁勇可见一斑。这些战役不仅证明了他的个人武勇，更展现了他临危不乱、善于把握战机的军事素养。真正让石敬瑭从一员战将成长为成熟将领的，是公元918年的胡柳碑之战。此战规模浩大，双方兵力达10万之众，后唐初期受挫，大将周德威战死，军心涣散，局势极为危急。面对混乱战局，石敬瑭冷静观察，敏锐捕捉到梁军多为步兵，易进难退的弱点，向李嗣源献上练骑兵、缓配持重，以耗其时的疲敌之计。
李嗣源采纳后，唐军坚守待机，待到日暮时分，梁军锐气耗尽，石敬瑭亲率300名左舍军明使迟转，压缩敌阵，再以数千骑兵合力猛攻，最终大破梁兵，战场上横尸机甲，不可胜计。此时的石敬瑭以兼具战术眼光与战场决断力，此后数年更是连战连捷，功勋愈盛。公元921年，他随李嗣源在德胜渡大败后梁大军，斩获2万余首级。公元922年葫芦套一战，晋军败退之际，他挺身血战开路，以身护住李嗣源突围，敌军慑于其悍勇，竟无人敢追。公元923年，他随李嗣源孤军奇袭运州，率50骑率先破城，身中历任仍是死护卫主帅，成功攻克运城，为后唐平定汴水、覆灭后梁立下首功。同年杨村寨之战，他又于危急关头持戟击退突袭敌军，再度救下李嗣源性命。在这一系列的灭梁之战中，石敬瑭功勋卓著，为日后更大的政治博弈积累了至关重要的资本与底气。若说战场之上的赫赫战功为石敬瑭奠定了崛起的根基，那么真正将他推入权力核心圈的，便是公元926年那场撼动后唐基业的邺都之变。彼时李存勖登基后耽于享乐，治国失当，朝政紊乱之下，民怨沸腾，最终激起魏博戍卒哗变，叛军拥立赵在礼为首领，迅速攻占邺都，局势一度失控。李嗣源临危受命，率军前往平叛，却未料刚至邺都城下，麾下士兵便与城中叛军相互呼应，一同胁迫他自立，一边是军命难违，一边是军心已变，李嗣源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，一时犹豫不决。就在这关乎生死荣辱之际，石敬瑭褪去了单纯武将的局限，展现出远超同儕的政治胆识与决断力。他当即力劝岳父打破僵局，直言劝谏道：岂有在外发生兵变，上将却能独善其身的道理？事成于果决，而败于犹豫。这番话点醒了徘徊中的李嗣源，让他看清了此时再求自证清白已无可能，唯有顺势而为，方能掌控命运的现实。为打消李嗣源的顾虑，石敬瑭主动请缨，亲自率领300骁骑作为先锋，星夜兼程疾驰南下，目标直指天下要害之地汴州。汴州既是中原交通枢纽，又是军事重镇，一旦占据，便能扼守南北咽喉，断绝李存勖的后路。石敬瑭麾下将士骁勇善战，一路势如破竹，顺利攻克汴州，为李嗣源大军的后续推进扫清了关键障碍，也彻底铺平了他登基称帝的道路。随后，李嗣源率领军队进入洛阳，平定了京中的混乱局势，接受百官朝拜，登基称帝，是为后唐明宗。这一役堪称石敬瑭一生中最大胆也最成功的政治投资。他绝非头脑发热的军事冒险，而是基于精准时局判断的政治投机。石敬瑭早已洞察到李存勖失德失民，大势已去，而李嗣源战功卓著，深得军心，已然众望所归。在这历史的十字路口，他果断押上自己的全部身家，以雷霆手段促成变局。凭借这份定策之功，石敬瑭不再是单纯的开国将领，而是成为李嗣源登基过程中无可替代的首席功臣，自此真正跻身后唐权力核心，为他日后的进一步崛起埋下了重要伏笔。李嗣源在位的数年间，是5代乱世里难得一见的短暂治世，10载天下年谷履风，兵革罕用，百姓得以暂离战火纷扰，中原大地迎来了片刻的安宁与复苏。石敬瑭身为皇亲国婿，
亦是当朝肱骨重臣，于这治世之中，始终身居要位，尽心辅政，先后屡任多座重镇的节度使，朝堂倚重日深。而在这份君臣相得、朝野安定的表象之下，石敬瑭亦有着自己的筹谋。他始终沉敛低调，借着这相对平静的契机，不动声色地为自己积蓄实力。其中最核心的布局，便是苦心经营他的根基之地河东。河东地界囊括今山西中部与北部，此地群山环绕，地势险要，向来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藩，且当地民风剽悍，尚武成风，既是拱卫中原腹地、北域契丹铁骑的战略屏障，更是昔日李唐王朝崛起以及沙陀贵族赖以立身的龙兴之地，其地缘价值与战略意义举足轻重。石敬瑭深谙此地的重要性，赴任河东之后，他躬身理政，恩威并施，体恤民生疾苦，招抚流离百姓，轻徭薄赋以安民心。也正因这份务实的治政指导，让他渐渐赢得了河东军民的归心。而在收拢民心的同时，他更步步为营，将河东的军政财权尽数收归己手，层层梳理军政体系，牢牢攥紧当地兵权与治权。数年经营之下，早已将河东打造成只听命于自己、兵强马壮的割据势力，成为他对抗中央的资本。这份在治世之中悄然筑牢的河东根基，也成了他日后敢于与后唐中央分庭抗礼、逐鹿天下的最核心底气与资本。公元933年12月，后唐明宗溘然病逝，其子李从厚登基继位，是为后唐闵帝。新军根基浅薄，对石敬瑭这样的实力派藩镇既依赖又猜忌，试图通过频繁调动来削弱其实力。这种朝令夕改的举措，加剧了中央与强藩之间的紧张关系。不久，李嗣源的养子凤翔节度使李从珂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，率领麾下精锐大军挥师东进，直指都城洛阳。李从厚得知叛乱的消息后，顿时惊慌失措，仓促之间调兵遣将前去抵御。可此时的后唐军队军心涣散，士气低迷，根本抵挡不住李从珂麾下百战之师的凌厉攻势，前线战士接连溃败。眼见洛阳城危在旦夕，李从厚已然无计可施，只得抛下都城仓皇出逃，一心想要奔赴魏州，投奔手握重兵的石敬瑭寻求庇护。在奔逃途中，李从厚恰好遇上了赴京的石敬瑭。此时的石敬瑭早已看清时局，深知李从厚已是穷途末路，大势进去，便摆出恭顺的姿态出面接待，面上尽显君臣之礼，暗地里却早已打定了自保的算盘。他授意刘知远出手，捕杀了李从厚身边仅剩的亲随侍从，断其臂膀，随后将这位落难帝王软禁于魏州，牢牢掌控在手中。更具城府的是，石敬瑭随即做出了最现实的抉择，火速遣使持告李从珂，主动向这位叛乱的胜利者示好书呈，还将李从厚的行踪与处境全盘禀明，以此换取自身的安稳与李从珂的信任。办妥此事后，石敬瑭方才率军赶赴洛阳，入宫觐见新主李从珂。没过多久，李从珂便遣使抵达魏州驿馆，暗中诛杀了李从厚。经此，李从珂顺利入主洛阳，登基称帝，是为后唐末帝。李从珂虽顺利登基，但他与石敬瑭之间的嫌隙，非但没有随着新朝建立而消解，反而因皇权的猜忌与旧怨的叠加，变得愈发深重且致命。两人早年同为李嗣源麾下最得力的骁将，皆以勇力善斗闻名，战功相烈，被以为左右手。然而
这种并驾齐驱的地位并未带来惺惺相惜，反而滋生了一种深切的互不相符的竞争之心。他们彼此知根知底，也正因如此，对方的才能与威望才更令己方感到威胁与不悦。正史明确记载，二人素有嫌隙，这份源于实力过于接近而产生的提防与敌意，经年累月早已深入骨髓。如今李从珂登临帝位，对石敬瑭这位手握河东重兵，又曾有拥立明宗之功的妹夫，更是忌惮到了极点。他既怕石敬瑭凭借实力觊觎皇权，又恨其在自己起兵时态度暧昧，做官成败。而石敬瑭早已察觉到宫闱之中暗流涌动，心地的猜忌如芒在背，步步惊心。他本无孱弱之躯，却因终日忧计，恐遭毒手，竟日渐雷疾，索性将计就计，借着这份病体诈称病笃，甚至在宫廷宴席之上装出一时之间三四如厕的病态模样，只求麻痹朝廷与李从珂的警惕之心。李从珂对石敬瑭的病情本就深表怀疑，多次暗中派遣使者窥探其动向，想要辨明真伪。石敬瑭的伪装虽未必能完全取信于心地，但好在有曹太后从中出面说情，李从珂最终顺水推舟，准许石敬瑭返回河东。侥幸脱身的石敬瑭自此更加谨慎地经营着自己的河东基业，而这对君臣之间的猜忌与提防也已然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，最终的兵刃相向终究是无可避免。李从珂深知想要彻底剪除心头之患，唯有将石敬瑭调离经营多年的河东根基之地，于是决意祭出一阵的削藩之计，下诏将石敬瑭改任天平节度使。这道诏令于石敬瑭而言，无异于釜底抽薪，更是压垮彼此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在五代乱世的生存法则里，藩镇将帅的兵权与根基皆系于属地，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根据地，便如同蛟龙失水，猛虎离山，一旦失了依托，自身命运便只能全然操于他人之手，任人宰割。所以石敬瑭断然拒绝接受这道调令，决意誓死守住河东这片立身之本。李从珂见石敬瑭竟敢抗旨不从，龙颜震怒，当即下诏削夺石敬瑭所有官爵，褫夺其一切荣衔，同时调集后唐大军开赴河东，对石敬瑭兴师问罪，重兵围剿。面对朝廷的大军压境，石敬瑭麾下的河东军队虽骁勇善战，战力强悍，可在兵力规模上终究处于绝对劣势。几番对峙之下，河东局势愈发危急。绝境之中，为求自保并夺取天下，石敬瑭做出了一个彻底改写此后数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的抉择，向契丹求援。他派遣心腹桑维汉出使，面见契丹国主耶律德光，并献上一份极尽屈辱的密约。他承诺，若契丹助他击败后唐，登上帝位，他将割让中原战略屏障幽云16州，每年供奉帛30万匹，并愿以父子之国相称。时年44岁的他，尊称34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皇帝，自居而皇帝。这份以家国疆土与华夏尊严换取个人权位的盟约，在其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议。他的亲信大将刘知远曾极力劝谏，直言利弊，只需厚赠金帛财货，便足以换取契丹出兵相助。以父事之则太过屈辱，若割让幽云之地，恐为大患，届时再想悔悟，已然追悔莫及。但此时的石敬瑭已被眼前的父王危机冲昏了理智，满心皆是破局求生的执念。他执意全盘采纳桑维汉之策，签下了这份在年龄与名分上反差巨大，
堪称五代乱世最屈辱的政治交易。这片被石敬瑭用以交易的幽云16州，亦称燕云16州，囊括了如今的北京、天津全境，以及河北北部、山西北部的大片疆域。此地群山连绵，地势险要，燕山与太行山脉交错纵横，天然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，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铁骑南下的第一道防线。这片土地同时又土壤肥沃，物阜民丰，人口稠密，既是中原腹地重要的农业产区，更是源源不断孕育精兵强族的兵源重地，其战略价值与地缘意义重于千军。而契丹一族久居北方草原，早有向南扩张、觊觎中原的野心，耶律德光更是对这片战略要地垂涎已久。石敬瑭主动递上的这份盟约正中下怀。于契丹而言，这份盟约不仅能坐收巨额的财帛供奉，更能一举夺得南下中原的咽喉跳板，如此丰厚的利益极具诱惑力。耶律德光接到石敬瑭的求援密约后，当即应允出兵，亲率5万契丹精锐铁骑挥师南下，与石敬瑭的军队合兵一处。公元936年11月，契丹与河东的联军在团白谷与后唐大军展开决战。此战之中，后唐军队一败涂地，将士死伤无数，兵力折损惨重。得胜后的联军乘胜追击，一路势如破竹，所向披靡，大军长驱直入，很快便兵临洛阳城下。李从珂站在皇城之上，望着城外连绵的联军营帐，心知大势已去，后唐气数已尽，已是回天乏术。绝望之下，李从珂携宗室亲眷与心腹近臣，登上洛阳玄武楼，下令焚楼自焚。熊熊烈焰不仅吞噬了这位末代帝王和他的家族，象征华夏正统的传国玉玺也一同遗失，自此去向成为谜团。后唐覆灭，中原权柄就此易主。但石敬瑭的帝座自始便置于叛乱的火山口上。登基未稳，魏博节度使范延光与西京留守张从斌便联兵发难，兵锋直指汴洛腹地。在这场震动朝野的叛乱中，石敬瑭付出了惨痛代价。他的2个儿子石崇信、石崇义被叛军所杀。虽然最终通过拉拢杨光远等将领，分化瓦解叛军阵营，平定了这场危机，但丧子之痛与权威受创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的统治。此后数年间，叛乱如同顽疾般反复发作。安州李金泉叛投南唐，安从进举兵响应北方的安重荣之乱，南北叛军遥相呼应，几乎将后晋政权拖入两线作战的险境。面对如此危局，石敬瑭的应对之策充满了五代乱世特有的现实与无奈。他深知朝廷武力有限，无法同时制服所有强藩，故而对大多数节度使采取姑息之策，后加赏赐，授予便宜从事之权，以换取他们表面的臣服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又竭力运用政治手腕削弱最具威胁的势力，将骄横难治的杨光远调离禁军要职，外放为平卢节度使；对公开挑战契丹政策的安重荣，则通过政治孤立与军事威慑双管齐下，更实施分镇之策，从结构上瓦解藩镇的实力基础。这种在妥协中求制衡，在隐忍中谋削弱的策略，正是那个时代若是中央政权的生存之道。为巩固统治核心，掌控经济命脉，石敬瑭于公元938年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决定，正是迁都汴州，升为东京开封府。汴州坐拥汴河漕运之力，是江南财富北输的咽喉，其战略地位远超偏西的洛阳。
这一选择不仅保障了后晋政权的物资供应，更开启了开封作为中原王朝核心都城的历史时期，深刻影响了此后200年的政治地理格局。在内政建设上，石敬瑭也展现出了一定的治国抱负。他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复民生、规范秩序的政策，改革盐法，允许部分私盐贩卖，并按地区贫富差等定税，解除铁器铸造与买卖的禁令，促进手工业复苏，开创性地实施税收公示制度，要求地方官府明示税额，严禁擅自加征，甚至下诏改善狱政，规定由官府出资为患病囚犯提供医药。这些措施虽在动荡时局中执行不易，却体现了他试图建立规则、争取民心的努力。文教方面，公元941年，他下诏编修唐代历史，这项工程历时4载，延续至后晋初帝时期，最终成书213卷，即后世所称的《旧唐书》。在五人当道的乱世中，这项文化工程犹如暗夜微光，为保存华夏历史记忆留下了珍贵火种。然而，所有内政努力都无法化解石敬瑭权力根基处那道最深的裂痕——对契丹的依附。当承德节度使安重荣公然收纳契丹所要的吐谷浑部众，并上表痛斥屈中国以尊夷狄时，石敬瑭虽迅速镇压了叛乱，却无法平息契丹的猜忌。更棘手的是，他昔日的亲信坐镇河东的刘知远也出于扩张需要，大肆招纳吐谷浑部落。这些举动屡屡招来耶律德光的严厉责问。石敬瑭心力交瘁，忧愤成疾。此时的他已然身陷3重绝境：北面是契丹父皇帝的雷霆之怒，威压迫在眉睫，稍有不慎便会引祸上身；朝内有坐拥河东强藩的悍将刘知远，渐生异心，已成伟大不掉之势。而后晋朝堂更是国库空虚，府库萧然，军中士气低迷，民间怨声四起。他手中早已没有任何可调动的实际力量，去应对眼前的任何一场危机。这份所谓的忧愤成疾，究其根本，不过是他一生所倚仗的政治谋略，攀附契丹，以利御军的权术之道彻底破产后，迎来的政治与精神的双重崩塌。病卧榻间的石敬瑭回望自己的一生，从早年驰骋疆场、骁勇善战的军中将领，到登临帝位、坐拥天下的一朝君主，半生筹谋，终究还是活成了契丹的附庸，沦为仰人鼻息的傀儡帝王。心中的悔恨与万般无奈，自是难以言表。弥留之际，他召来宰相冯道。面对这位托孤重臣，石敬瑭只于一声疲惫的叹息：“无极不起，此天命也。”随后，他命幼子石重瑞出拜，更让宦官将这孩子抱到冯道怀中。这个无言的举动，是他作为父亲与君王，用尽最后气力所做的最直白的政治嘱托。他希望冯道能福保幼主，延续着风雨飘摇的石家帝业。只是石敬瑭临终的遗愿终究落空。他离世之后，冯道与权臣景延广等人合议，认为后晋此刻正值内忧外患交织的危局，拥立幼主登基，根本无力稳定朝局，震慑四方。最终，众人决议违背先帝遗诏，共同拥立石敬瑭的侄子石重贵继承帝位，是为后晋初帝。石重贵登基之后，一心想要摆脱后晋对契丹的屈辱附庸地位，决意一改石敬瑭俯首称臣的国策，对外宣称只向契丹称孙，不再称臣。这份强硬的姿态彻底激怒了契丹国主耶律德光。公元944年，契丹大举兴兵南下讨伐后晋，双方就此展开连年征战。
彼时的后晋朝堂早已内耗深重，矛盾丛生，军中将领各怀心思，各自为战，再加上石重贵本身治国无方，前线战士接连失利，后晋军队一路节节败退，颓势难挽。公元947年，契丹大军攻破汴州，生擒石重贵，享国仅11个春秋的后晋政权就此覆灭。后晋的亡国之祸，虽与石重贵贸然反弃的轻率决策密不可分，但追根溯源，终究还是石敬瑭当年割让幽云16州的行径。这片北方屏障的拱手相让，让中原王朝彻底失去了抵御游牧民族南下的天然险要，山河门户洞开，中原大地自此深陷战乱纷扰，黎民百姓饱经兵险之苦。北宋立国之后，收复幽云16州便成为历代帝王的心头大事与毕生夙愿。宋太祖赵匡胤特设封庄库，基础金帛财货，一心筹谋赎回失地。宋太宗赵炯2度挥师北伐，想要武力收复疆土，却皆以惨败收场。这份因石敬瑭一己之私留下的历史遗恨，直至公元1368年，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徐达、常遇春领军北伐，一举攻克元大都。幽云16州核心区域才重新回归中原王朝的版图，而此时距离石敬瑭割让这片疆土已然过去了430余年。石敬瑭这位五代乱世中最复杂的多面体人物，终究无法用单一的千古罪人或乱世枭雄的标签来概括。他的一生是个人野心与时代困境的激烈碰撞，是文明底线与丛林法则的艰难博弈，更是权力逻辑对伦理秩序的残酷碾压，值得后世以更纵深的历史视角去审视与剖析。若剥离儿皇帝的屈辱标签，石敬瑭的能力与谋略在五代五人集团中堪称翘楚。他早年以骁勇立誓，胡柳碑之战中临危不乱，以疲敌之计扭转10万大军的溃败危局。灭梁战役里，他5师7七袭运城，数度于乱军中护主突围，战功之卓著，与李从珂并称后唐开国首功。跻身政坛后，他展现出精准的时局洞察力。邺都之变中，他以事成于果决，败于犹豫的清醒，推着李嗣源走出进退维谷的绝境，既成就了岳父的帝业，也为自己铺就了权力阶梯。即便是登基之后，他也未陷入纯粹的权欲沉沦，迁都汴梁，奠定了此后开封作为中原王朝都城的历史格局，契合了经济重心东移的时代趋势，改革盐铁制度，推行税收公示，乃至下诏改善狱政，为患病囚犯提供医治。这些举措皆切中乱世民生痛点，试图在五人肆虐的废墟上重建秩序。而诏令编修《旧唐书》更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，为华夏历史记忆的延续保留了珍贵火种。这些作为足以证明他并非昏聩无能之辈，而是具备乱世统治者所需的务实眼光与治理能力。然而，石敬瑭的所有努力都在割让幽云、称臣称儿的抉择中，被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。后世对他的批判，从未局限于屈辱本身，更在于这份抉择对华夏文明生存根基的致命破坏。幽云16州不仅是关山险固的军事屏障，更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文明缓冲带。燕山、太行山脉的天然险阻，曾是农耕文明抵御游牧铁骑的最后防线，而这片土地上的农耕经济与强悍民风，更是中原王朝的兵源与财富重地。石敬瑭为换取地位，将这片国之屏蔽拱手献给契丹，本质上是将整个中原文明暴露在游牧民族的冰封之下。此后数百年间，
契丹铁骑可长驱直入黄河流域。女真完颜氏借幽云为跳板灭辽破宋，蒙古大军沿此通道横扫中原，中原百姓饱经靖康之耻、崖山之痛等亡国之祸，华夏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动荡。这份代价早已超越了个人权位的博弈，上升到了民族与文明的生存层面。更值得深思的是，石敬瑭的抉择并非单纯的个人道德沦丧，更是五代乱世丛林法则的产物。他身处的沙陀军事集团本就以实力为尊、利益优先为核心伦理，在那个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时代，藩镇将帅的命运完全系于兵权与地盘，失去河东根基的石敬瑭，若不向契丹求援，等待他的必然是身死族灭的结局。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，石敬瑭的行为是沙陀五人集团伦理逻辑的极致体现，是乱世中生存优先于尊严的选择。但这并非为他开脱，历史的残酷之处正在于此，即便有时代困境的加持，个体抉择仍有伦理底线可循。石敬瑭最终选择以疆土与尊严为赌注，本质上是个人野心压倒了民族长远利益，是短视的政治投机战胜了文明存续的责任担当。后世对石敬瑭的评价始终在时代局限与个人罪责的二元框架中交织。就五代史作为五代官修史书，虽承认他干事孝医、礼贤从谏的治政努力，却也痛斥其割其烟迹的致命过失，体现了对其功过的客观认知。新五代史则以春秋笔法将其逐出帝王本纪，归入杂传，以体例的差异否定其正统性，彰显了欧阳修对其突破华夷之辩伦理底线的强烈批判。近代以来，史学家们更倾向于将其置于民族融合与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审视，认为他的抉择加速了北方民族与中原的融合进程，却也给中原文明带来了深重灾难。这种多元评价的背后，恰恰印证了石敬瑭的复杂性。他既是乱世规则的遵从者与受益者，也是乱世规则的破坏者与牺牲品。回望石敬瑭的一生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功过是非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困境。他用个人权位的登顶，换来了中原文明数百年的动荡，用一时的生存绝境，透支了民族长远的生存根基。他的悲剧在于，始终未能跳出五人乱世的权力逻辑。他懂得如何在丛林法则中厮杀求生，却不懂得如何以文明守护者的姿态维系政权。他能精准把握一时的时局脉搏，却无法洞察历史发展的长远趋势。最终，他建立的后晋政权仅存续11年便轰然倒塌，而他自己也在契丹的威逼、藩镇的离心、国库的空虚中，在无尽的忧愤与悔恨中离世，终究未能逃脱乱世的宿命。石敬瑭用他充满矛盾的一生，与身后400年的地缘困局，印证了一个朴素的真理：最大的智慧，有时并非在于如何精明地赢得当下，而在于如何审慎地守护未来。他的帝业早已灰飞烟灭，但那道因他而洞开的北疆门户，以及由此引发的绵长历史阵痛，却让他永远无法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脱身。在历史的星河中，石敬瑭或许是一颗曾经耀眼的流星，但其划过的轨迹却是一道灼伤中原大地的深刻疤痕。历史从未远去，它在声音中回荡。我是深入历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